好，欢迎来到2359，我是 Zella， 我是浩怡。今天呢，我们带来的是一个全新的节目，是2359。那2359呢，是一个专门讲军中鬼故事的节目。那你们可能会好奇，为什么是军中鬼故事呢？因为我们觉得军营的鬼故事是属于新加坡比较独特的一个都市传说，几乎每个男生都有当过兵，然后每个营地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的这个故事。然而这些故事通常都不会出现在官方记录里，而只会在班上在熄灯之后被一代一代的传下去。那我想告诉你们呢，我们绝对不可能只是在这里跟你们讲故事，我们是计划要出去的，我们将会去到各大营地收集故事，然后回来跟你们分享。所以大家，你们觉得我们下一站应该去哪一个营地呢？应该去 Kranji Camp， 还是说是 Nisun Camp， 或者说你们有别的我们不知道的地方，也可以来告诉我们。如果说你们有自己的故事的话，不管是亲身经历听队友说的，或者是在营地里听过来的，欢迎全部都发过来给我们。你们的故事就是我们这个节目的内容。那说真的，如果没有你们，就没有我们2359。那我们的节目究竟能不能继续下去呢？就真的取决于你们愿不愿意跟我们分享。话不多说，关灯，我们开始。这个故事是发生在德公岛的。那这个故事有一点不一样，就是因为它在后面的部分是真实发生的，并且有被新闻报道过的。那在90年代末，他们在做着夜间地图定点训练的时候呢，他们班上就有一位男生，我们称他为 John。 那 John 是有阴阳眼的，这不是 John 自己说的，而是他的班友都感受得到的。那当他们走到一个分岔路口的时候，班长就说要走右边，那这个时候 John 就说不要走左边。那这个时候班长就并没有理会他，还是坚持说要走左边。那这个时候 John 就很着急的就抓住班长的手说不要走左边。那班长看了他一眼，随后就随了他的意，整班人都一起往左边走了。那回到去兵营之后呢，班长就私底下问 John， 为什么那么坚持要走左边？ John 就告诉班长说，因为他在右边的那条路上看到有一位女人站在树林中，一直盯着他看。当他们说要走右边的时候呢，这个女人的脸就变得特别的凶狠。然后班长就问 John， 那现在这个女人在哪里？ John 就回答说，那个女人现在还站在窗口外面，一直盯着我看。那几天后，他们回到枪库要还枪的时候呢， John 的枪就给到了 John 自己检查， John 的队友也检查了，来到第3层的安全官也检查了之后呢，确保这把枪里面是绝对不会有子弹的情况下，他们开始训练了。那在训练的途中， John 的队友就贪玩拿起了那把枪，并且扣动了扳机，一枪就射死了 John。 那 John 在其中并没有撑过来， John 就在这场意外中去世了。那这个故事的最后这个部分呢，其实是有被真实报道过的。然而报道称，一把已经被安全检验后的枪依旧走火，射击夺走了一位军人的性命。那 John 看到的这个女人，可能就是德光岛上面的一个传说。那信不信由你。这个故事呢，来自于 Kranji Camp， 大家都非常的开心，因为差不多就要 POP 了。有一天晚上在吃宵夜的时候，有一个队友就跟大家分享说他其实有阴阳眼，
然后他也经常看到宿舍窗口外面有一个白色的影子来回飘荡。大家听的时候就半信半疑，也没有多放在心上。但从那天晚上开始，奇怪的事情开始发生了。在凌晨1-2点的时候，这位男生就突然间醒来。他几乎不是一个会半夜醒来的一个人，但那天晚上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醒来了。醒来的时候，他就听到周围一直发出连续不断的咳嗽声，这些咳嗽声都来自于睡在窗边的那些队友。当时他就觉得可能只是巧合，所以没有多想就继续睡觉了。隔天早上他起来时就问了他的室友，昨天是不是有发生什么事情。问了这个问题以后，他才发现其实每个人那天晚上差不多在同一个时间都醒了，而且醒来的人呢都是睡在靠近窗口旁边的。这个时候，那位自称有阴阳眼的这个队友呢，就站出来说，其实他昨天晚上在这个宿舍的窗口外面，有看到一个白色长发的影子在飘来飘去。接下来的几个晚上，这些事情就不停的一直重复。首先呢，这个男生会晚上突然间醒来，醒来以后，他会开始听到一个声音，有点像壁虎叫的一个滴答声。听到这个声音以后，才会开始听到睡在窗边的队友开始咳嗽。所以接下来的那几晚，这件事情就一直不停的重复，直到他要搬离这栋楼的那晚。当晚他就睡得特别的安稳，就没有任何咳嗽声，没有奇怪的声音，也不会半夜惊醒。就在这个时候，他就以为这整个东西就这么结束了。后来他被分配到 Mulberry Camp， 在那里他就遇到一些曾经住过这一栋楼的一些队友。那些人就跟他分享说，当时他们住在那里的时候，深夜时会听到小女孩的哭泣声，而且这个哭泣声不只发生在一个晚上，而是不停的有在出现。最后大家对比后都发现了一个共同点，就是所有遇到奇怪事情的人，他们都住在这栋的第4楼，不管是看见白影，或者是听到奇怪的声音，女孩的哭泣声，他们都住在这第4楼不同房间的这个位置。而在4楼以下的那些人，他们从来没有报告过任何异常。更奇怪的是，只要他们一搬出这栋楼，所有的事情都会立马停消。所以说，这种情况听起来不像跟某一个人有关系，它比较像是跟某个特定的地点有关。那接下来这个故事呢，也是发生在德光岛的。这个故事的主角是一位在 CCTV 室里面值班的一位军员。那平时这个 CCTV 荧幕呢，一直都有2块屏幕是黑着的。那2块屏幕其实是照着枪弹室的画面，也没有人去解释过为什么那2块屏幕一直会是黑着的。那其实在德光岛待过的人都知道，枪弹室一直都是不太干净的。那有一天，这个男主在行动室值日的时候呢，那2块屏幕突然就亮了起来。这个时候他就很着急，想要转身告诉他正在睡觉的队友。那在这个时候，电话突然就响了起来。他接起电话，里面并没有人说话，因为通常电话响起就代表着有通告或者有吩咐的时候才会响起电话嘛。那这个时候他接起电话的时候，里面只有呼吸声，而且是很重呼吸声。就在他不知所措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他的队友就从床上坐了起来，然后告诉他说他的床一直在微微震动。那这个时候他转身去看那张床的时候，那张床是真的有在微微的震动。
那这个时候他跟他的队友两个人对视了一眼之后，就赶紧跑出了行动室，只留下另外一名队员在里面值日，也没有人告诉他发生了什么。那时隔这么多年之后呢，当他们再见面的时候，这个话题还是会被他们提出来当作饭话闲谈。那你们有没有在 CCTV 室值日过的呢？有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情况？这个故事呢，来自于 Stagman Camp。有一批新兵呢，被安排到了宿舍的6楼。他们刚搬进来时，他们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每个衣柜上都有钉着几根钉子，然后钉尖都朝上，整整齐齐的一排。最诡异的是呢，没有人跟他们说这些钉子为什么会在那里，它的用意是什么。所以呢，其中一个士兵就觉得这些钉子非常的碍事，他想把他的装备，比如他的 SBO、他的头盔放在这个柜子上面。于是呢，他就把这些钉子给拆掉了。拆掉以后，他就把他的装备给收拾好，然后就去睡觉了。当天晚上，他就突然间醒来，睁开眼睛的时候呢，他看见他的前面的那个柜子上坐着2个人，一个是年纪比较小的女孩，然后另一个呢是年龄比较大的一个女人。他们2个就坐在他的那个衣柜的边缘，双脚悬空，轻轻地晃着。接着他们就开始用这个马来语互相的沟通。这位士兵看到这一幕以后，直接把头塞进枕头里面，一动也不动，假装什么都没有看见，然后继续睡觉。隔天早上，对面床的兵友就有问到，昨天晚上到底是谁在看马来剧？为什么会一直听到有人在用马来语说话？当他一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宿舍里的人就一个接一个的开始说，昨天我也是有听到。关于这件事，他们的 sergeant 也只是说把钉子全部钉回去。那个钉子在那里是有原因的，可是他也没有多解释为什么，也没有多说什么。后来他们才发现，这层楼其实之前是封起来的，就也有贴过一些符咒，也做过一些仪式。只是说当这一批进来之前，他们的 intake 就把所有的符咒给拆掉了，就直接拆掉，然后也没有做任何的那个交接。总之之后这整层楼就直接开放给那些新兵入住了。而那些钉子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到底是要来挡什么东西的，到今天也没有人很清楚。但巧合的是，当那位士兵把钉子拔掉的那一晚，那2个女生都出现了。她们坐在柜顶上，双脚轻轻地晃着，用着马来语对话，就像她们一直以来就在这个地方，等待着有一天有人会把这个钉子给拔掉。听完我们的故事以后，你们有自己想分享的故事吗？告诉我们你是在哪一个兵营，也许下一个night out我们会来找你。拜拜。